坐月子期间，我的婆婆竟然逼我喝羊粪汤，理直气壮地说这样才能让母乳变得充足。我拒绝之后，婆婆哭着跟老公闹说要自杀。老公为了安抚她，居然冲我动了手。我选择报警，老公跪下来求我不要让警方把他拘留。我指着锅里剩下的羊粪汤说：好啊，就让你妈自己去喝这个补汤吧。午饭时，婆婆端来了满满一碗黑乎乎的汤，语气强硬的让我喝下去。她声称这是从老家找来的土方，特别有助于下奶。自从我坐月子以来，她已经找了5次所谓的下奶偏方给我。我生完宝宝后奶水不足，只能让宝宝喝奶粉。我觉得这样也不错，宝宝每天都在健康长胖。可婆婆却不这样认为，她坚信母乳才是最好的，宝宝只要有一点哭闹，她就说是我没喂母乳造成的。在他们眼中，我奶水不够就仿佛成了罪大恶极的人。看着那碗让我作呕的汤，我不禁皱了眉，这是什么？太刺鼻了，我才不想喝。婆婆却将碗推到我面前，显得非常不满。这是我专门托人带来的羊粪，难得的滋补品，为了我心爱的孙子吃奶，你应该感恩才对。我一听，恶心感瞬间涌了上来，可婆婆却执意要我喝。在推搡之间，羊粪汤意外翻倒在地，婆婆立刻气哭了，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：丁云清，你这是故意的吧？想让我的孙子饿死吗？你到底有什么用心？连奶都没有，根本不配做母亲。我的怒火冲上心头，身子不由得颤抖。之前他煮的红糖鸡蛋、熬的肥肉汤，以及苦得要命的中药我都隐忍了。然而他后来找的偏方越来越离谱，什么黄符水、猪乳房肉都有。即使我一再拒绝，希望他不要再弄这些东西，他依然我行我素。没想到这次又变本加厉，居然弄了这么恶心的屎汤。我感觉心口一阵难受，胸口闷得厉害，浑身出了一身的冷汗。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想着他毕竟年纪大了，再加上为了家庭，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不与他争吵，转身回到了房间。不久之后，我的丈夫吴祥辉竟然回来了。此时婆婆正倚靠在床头抹泪，泪眼汪汪，完全失去了之前对我怒气冲冲的样子。我好心过来照顾你，每日3餐一应俱全，虽然不能说完美，但也算尽心尽力。我费心费力做的饭你不仅不吃，还把碗给砸了。我这一把年纪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如死了算了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泪流满面，仿佛我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委屈。我忍不住怒吼：你做的那些东西，谁能吃得下？这话一出，婆婆哭得更凶，颤巍巍地从床上爬了起来。都是我的错，我给你跪下还不行吗？说着，她就想跪我。吴祥辉立刻扶住了婆婆，婆婆则在床上扑打着自己，哭喊着要死去，抱怨着年纪大还要承受这些屈辱。吴祥辉阴沉着脸看着我，突然抬手一巴掌狠狠扇在我的脸上。我一个趔趄，重重摔倒在地，头撞到了墙上。我疼痛难忍，抬手一看，手心全是鲜红的血。我从未想过吴祥辉竟然会对我动手。我从小父母就离婚，没体验过家的温暖，而吴祥辉当初给予我的那种家的感觉，让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嫁给他。在婚前，我根本不知道婆婆是个表演型的人，表里不一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她笑得和蔼可亲，还可怜兮兮地说，如果吴祥辉对我不好，可以找他，帮我教训他。我心里特别高兴，觉得她是个开明的婆婆。后来我看到她对吴祥辉的细心和关爱，更让我羡慕，这是我向往已久的生活。
那时我真的觉得自己嫁了个好人，丈夫与婆婆都很好。于是，当我听到婆婆说家里经济拮据，想借钱给我们结婚时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彩礼。我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，和吴祥辉一起贷款买了现在的房子。等到我结婚后，才慢慢察觉到婆婆的真实面目。有一次，我和吴祥辉发生了争吵，心想着婆婆以前对我说过的话，我天真的向她投诉。没想到他却回答：“小辉没错。”随后，他不高兴地告诉我，不要这么不成熟，要多体谅吴祥辉。我当时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反应。后来我怀孕了，婆婆坚持要过来照顾我，执意要说如果她不来，别人会说闲话。老公和婆婆也都劝我辞掉工作。婆婆每天都在我耳边灌输，女人的角色就是在家相夫教子。渐渐的，我发现婆婆非常爱面子，在别人面前是好妈妈、好婆婆，但一旦没人在场，她的本性就显露出来。我怀孕6个月的时候，她神秘兮兮的拿出一瓶蓝色的怪水，非要我喝。她说这是她从某位高人那里获得的保胎水，只要喝了，肚子里的孩子就能平安无事，还能让她一生富贵。我拒绝后，婆婆竟然偷偷把那水放进了我的饭菜中，结果我严重腹泻，是吴祥辉及时赶回，把我送到医院。可在医院里，我意外听到婆婆向吴祥辉抱怨，她声称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好，不能吸收保胎水。她还说当初知道我父母不管我，是没人养的人，说我的命格很差，要不是因为看在她便宜，我根本不配当她的儿媳。那一刻，我终于看清了婆婆的真实面目。而吴祥辉则非常生气，妈，别这样说云清，她现在还怀着孩子呢，我们是夫妻，都是一家人，你能不能别针对她？正是这句话，我决定选择默默忍受这件事。我一直想着未来，幻想着等我生完孩子，婆婆就能离开，而我和吴祥辉之间的感情是牢固的。不久的将来，我希望看到孩子的爸爸陪着孩子玩耍，而我则在旁为他们做好吃的。在万家灯火之中，我梦想着能拥有一个温暖明亮、充满欢声笑语的家，这一直是我从小以来的向往。因此，当我生下孩子后，无论我做什么，我的婆婆总能找到缺点，非得让我按她的方式行事。如果我不从，她就会去跟吴祥辉告状，甚至装作晕倒。我一直处于隐忍之中。然而，时间一久，我与婆婆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。吴祥辉不再为我说话，他偏向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：“他年纪这么大了，过来照顾你也不容易，你就不能对我妈宽容一点吗？”虽然我对吴祥辉越来越失望，但我总觉得忍耐一时能换来风平浪静。毕竟，总有一天婆婆会离开，而我希望吴祥辉能回到昔日的样子。我不希望我的孩子经历和我一样的困境，渴望给予他一个完整的家庭。可我错了，如果我都是不幸的，那么我的孩子又能有多少幸福呢？想到这里，我爬起身来回到卧室，看到吴祥辉依然在安抚随时可能晕倒的婆婆。我望着还在婴儿床里安眠的儿子，心里又燃起了一股力量，抓起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报警后，我打开门，在走廊里大声喊着杀人了，控诉吴祥辉和他的母亲对我在坐月子期间实施家庭暴力。婆婆听了我的控诉后，便在地上开始嚎哭，指责我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想她每天低声下气的伺候我，没想到我却恩将仇报，活着也没有意义。不过，看得清楚事情真相的人一眼就明白是非对错，因为我刚刚不小心撞到墙，
额头破了皮，现在一半肿了，还流着血，显得十分可怕。当警察赶到时，我正在哭泣，而婆婆则在一旁闹。见到警察后，吴祥辉和婆婆都是一愣，显然没想到我居然报警了。警察要求在场的人散去，然后跟我们一起回家。了解情况后，警察看着我满脸是血，不禁皱起眉头问：要把你老公拘留吗？吴祥辉和婆婆听了，惊得面面相觑。婆婆流着泪说道：她是我家的儿媳，怎么就不能打了？其中一个警察听了这话，心里很不快，这是什么时代啊？怎么还和封建社会那一套相挂钩？你身为长辈要有点觉悟，你儿子会打人吗？你知道这算是家暴吗？严重起来可是要入狱的。婆婆一听，连判刑都来了，眼泪不止，心里猛地一惊。她想不明白，凭什么仅仅是教训一个不听话的儿媳，自己儿子就要被抓进警局了？我急忙询问拘留要多久，警察答道5到10天。吴祥辉看到我真要让警察带走他，脸色瞬间变得灰白，连忙跪下来，痛哭流涕地求我原谅他。他强调自己不是故意打我的，而是失手，让我原谅他。他正处在事业上升期，快要升职了，要是现在被拘留，别说升职，失去工作也是有可能的。他不停地向我道歉，语气恳切地保证以后不会再犯，请我为了孩子的缘故饶他一命，他需要赚钱养家。我指着厨房那锅剩下的羊粪汤，对吴祥辉说道：你要让你妈把这碗补汤喝下去，我就原谅你。听我这么一说，婆婆瞬间脸色惨白，她没想到儿子不仅要被抓，还可能会失去她引以为豪的工作。但是那可是屎汤，怎么能让他喝呢？而吴祥辉也看着那锅羊粪汤，一脸的抗拒。瞧，他们心里都清楚，这个东西根本不该人喝。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婆婆身上时，她似乎无处可逃，软下身子，故技重施，装作晕倒。见我没有丝毫动摇，吴祥辉的眉头皱了起来。在紧急关头，他对着婆婆大喊：妈，已经这么晚了，别再装下去了。难道你真的希望我失去工作吗？听了吴祥辉的话，我的心更加冰凉。他对于母亲的本性早有了解，但每次都选择站在他那边，对他们来说，我永远是个外人。当婆婆听到这句话，她果然睁开了眼。他看着儿子用期待的目光望着自己，最终不得不跌跌撞撞地端起那口破锅。随着那锅汤的气味扑鼻而来，他忍不住呕了一声，然后闭上眼睛喝了一口，结果立刻哇的一声吐了出来。他把锅扔下，边呕边哭着说：这太罪孽了，真不想活了。吴祥辉连忙安慰他母亲，询问这样是否可以。最终我没有让警察把吴祥辉拘留，但他必须送我去医院疗养，他自然非常乐意接受这个要求。实际上，我报警的目的并不是想真的把吴祥辉抓起来，主要是想让他家暴的行为留个记录。我本来打算直接和吴祥辉离婚，但考虑到自己现在没有任何收入，离婚后无法养活孩子，也没有人能帮我照顾孩子，所以我选择暂时忍耐，等到自己有能力养活孩子的时候再进行离婚。虽然不离婚，但这并不代表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忍气吞声。在接下来的日子，谁更难熬还不一定呢。我带着宝宝住进了医院，打算在那里好好休养一段时间。之前我真是自找苦吃，活该在家里受罪。现在多好，医院有专业人士来帮我做产后修复，完全不需要再忍受气。吴祥辉支付完费用便返回工作，而我的婆婆则一脸黑线的闯入了我的病房。
小区里的人几乎都知道吴祥辉和婆婆对我家暴的事情。为了挽回与儿子的面子，她跑到医院，非要照顾我。但她的照顾还不如没有。记得我刚生产后，梳着吊瓶，婆婆却在一旁玩她的手机。我中途睡着，等我再次醒来时，发现我的血已经回到了半瓶，而婆婆早已不在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跟另一个病房的老头聊天去了。等她在那边卖惨博同情的时候，早就把我这个需要照顾的人抛在脑后。隔天，我的朋友特意来探望我，还通过别人从农村带来了一筐土鸡蛋，想让我补补身体。但婆婆却说，这些土鸡蛋与超市里的没什么区别，都是普通的鸡蛋。于是她就把整筐土鸡蛋都拿回了家，每天煮给吴祥辉享用。而她自己则去超市买了大批鸡蛋，每天给我带过来10个，但她自己却能吃掉8、9个。那些本该给我下奶或来探望我的人所带来的补品和水果，婆婆也全部带回去给吴祥辉吃。若他不想要的，她也会自己动手。她总说我刚生完孩子，这些东西对我不合适，吃了也是浪费。结果我每天的3餐都是小米粥，可我根本吃不下去。我跟吴祥辉抱怨，她却说婆婆都是为我好，我不要太无理。有一天，我饿得心慌，偷偷点了外卖，结果被婆婆抓了个正着。她抢走了外卖，骂我是馋鬼，说我根本没那个富贵命，还想要过富贵的生活。我反驳了几句，她却冷冷地说，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生小辉那会儿，别说鸡蛋了，小米粥都没得喝。刚生完孩子，我就能下地干活，天天忙着做饭照顾男人。看你现在的日子，有人伺候却还不知足，真是个白眼狼，矫情又麻烦。他总是用言语来羞辱我，似乎恨不得把自己曾经的苦难全都加在我身上，只有这样，他的心才会觉得平衡。每次都是让我气得浑身发抖。曾经的修养与学识，在他面前根本不算什么，反而让他显得更加嚣张。而经过多次我和他母亲之间的争执后，吴祥辉终于站在了婆婆那一边。他说，我妈能来照顾你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她这个年纪照顾你可不容易啊，你就不能迁就她一下吗？孩子都生了，别再这样矫情了。就这样，生产后的营养不良加上情绪低落，我出院后竟然一直没有奶水。而婆婆则开始抱怨我没有奶水，骂我是个狠心的母亲，简直是一个连奶水都没有的废物。她开始尝试各种不靠谱的偏方，直到最后提到羊粪汤。在吴祥辉支付完住院费之后，我又让他把1万块钱转给我，并充了1000块到饭卡里。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要是没特别想吃的，我就直接点外卖，总之不再委屈自己。而婆婆自然对此十分不满，她总是唠叨别人家的儿媳妇怎样持家，又如何孝敬长辈和照顾丈夫。可我除了制造麻烦外，似乎什么也不会，真是家门不幸。我回嘴道，那你注意别人家的婆婆多好，他们出钱出力，又通情达理，还不爱演戏。我就是单纯才会跳进你家这个火坑。他又开始骂我没有教养、矫情，说我一天在家享受生活，还乱花他儿子的钱。我说，你倒是没享福，一天到晚演戏，也不怕把自己折腾坏了。你真够节俭的，连自己儿子结婚的彩礼钱都拿不出来，厉害啊！婆婆气得直跳脚，想要叉腰骂我，又怕旁人听到，破坏了她的好婆婆形象。她的招数也就是在外人面前上演悲惨剧，单独跟我时嘴里又像抹了屎一样。想明白了怎么对付她，一切也变得容易了。
面对他的挑衅和咒骂，我要么选择冷处理，置之不理，要么就还以颜色，天天把他气得也想吐血。直到有天，我发现婆婆偷偷去找了我的主治医生，她再一次开始上演悲情剧，装得可怜，要医生给我撤掉价格不菲的进口消炎药，换成便宜的。她说我还要给孩子喂母乳，对孩子不好。医生再三解释，进口药对孩子不会有影响，反倒是便宜的消炎药可能会通过母乳影响孩子。婆婆哭着说自己命苦，遇上个没事找事又败家的儿媳妇，意思就是让医生什么药都别给我用了。医生对此无奈，他一抬眼正好看见我，就对婆婆说，还是让你儿媳妇自己做决定吧。婆婆转身见到我，脸色立刻变得阴沉，一分钱不挣，完全靠我儿子养着，还有脸用高价的进口药。我冷冷一笑，说，进口药真贵吗？我觉得倒是很划算。婆婆想起我之前报警的事情，心中满腹怨气，一下子就对我破口大骂，你跟你儿子家暴我，要不是这样，我根本不需要来医院。她气愤地说，我不信你这些进口药能让你长生不老，难道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你老公在外面辛苦挣钱，你却在这里花钱无所事事，像你这样的，只有我儿子愿意收留你，否则你这一辈子恐怕嫁不出去。你应该感激你爸妈不要你，都是觉得你是个不祥之人，天生就是孤家寡人，竟然还和外人一起来欺负自己的家人。像你这样的人，以前可是要被进猪笼的。他越说越激动，逼近我想要让我出院。我顺势倒下去，心里想着，这种演技谁不会呢？我强忍眼泪，开始痛哭，控诉在月子里受到了婆婆和老公的家暴，甚至现在连住院的机会都要被夺走。婆婆被我这反击惊到了，等她反应过来，立刻想借机翻盘，还没等她开口，我就先晕倒了，走她的路，把她逼到了绝境。围观的群众开始为我鸣不平，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积点德吧，人家还在坐月子，你们怎么能这样狠心？婆婆一听周围人对她的指责，立刻开始哭起来，声称自己冤屈。她控诉我这个不知感恩的人，吃着她儿子的饭，却还给他脸色看。她年纪大了，被人这样欺负，真是觉得活不下去了。伴随着她的哭声，周围又有群众开始指责婆婆，你儿媳怀的难道不是你儿子的孩子吗？你儿子养他难道不该吗？你平时就没少欺负他，年纪大了就知道哭哭啼啼的，有本事去死啊！对啊，我刚才还看见他骂自家儿媳，骂得可难听了。面对众人的指责，婆婆由假哭变成了真哭，她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她成了众矢之的，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。她认为指责她的人全都是坏人，都是和我勾结在一起的。直到护士带着保安出现，这场纷争才算结束。婆婆最后被我气回家，不再继续在医院里出现，这让我终于能享受一片宁静。婆婆灰溜溜回家后，我在医院的日子总算清静了些。消毒水的气味混着新生儿的奶香，专业护士每日按时查房，根据我的恢复情况调整营养餐食。餐盘里不再是漂浮着肥油的肉汤或散发怪味的偏方，而是精心搭配的乌鸡汤、清炒时蔬和杂粮粥，每一口都带着安心的味道。吴祥辉自从那次家暴事件后，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。他每日下班后，总会提着当季的水果和精致点心匆匆赶来。进口车厘子洗得晶莹剔透，网红甜品还带着温热的气息。他说话时小心翼翼，眼神里满是讨好，再不复往日的颐指气使。
这天，吴祥辉照常来到病房，脚步却比平时迟缓，脸上挂着遮掩不住的犹豫。我正给孩子换尿布，余光瞥见他局促不安的模样，手上动作未停，直接开口问道：“是不是有什么事？”吴祥辉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，手指不停地揉搓着衣角，支支吾吾半天，才挤出一句话：“妈在家天天唉声叹气，饭也吃不下。她毕竟是我妈，你看能不能什么？继续让她欺负我？”我猛地抬起头，目光如炬：“吴祥辉，你别忘了，要不是他逼我喝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要不是你动手打我，我会在医院吗？”想起月子里的种种遭遇，积压在心底的委屈与愤怒瞬间翻涌上来。吴祥辉的头几乎要埋进胸口，脸上满是愧疚：“我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”我冷笑一声，将换下来的尿布扔进垃圾桶，发出咚的一声闷响：“保证？你的保证值几个钱？你当初说会保护我，结果呢？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”吴祥辉急得直搓手，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。“那你说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这样僵着吧？”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要你妈向我道歉，还要她保证以后不再干涉我们的生活。”吴祥辉面露难色，眉头拧成一个疙瘩：“这妈那个脾气，你也知道，让她道歉，恐怕什么？做了错事就应该道歉，这是最基本的道理。”我抱起孩子，轻轻拍着他的背：“如果他不道歉，那咱们就继续这样，大不了等我身体恢复了，带着孩子离开。”别！吴祥辉蹭的一下站起身，椅子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：“我去劝妈，我一定让她道歉。”说完，他像一阵风似的冲出了病房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轻轻叹了口气。怀里的孩子正睁着大眼睛看着我，粉嫩的小手抓着我的衣襟。我低头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，暗暗发誓：“宝贝，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。”几天后，吴祥辉再次来到医院，脸上带着兴奋的神情，仿佛得了满分的孩子。“妈答应道歉了，她明天就来医院。”我只是点了点头，没有过多回应。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我早已不再轻易相信他们的承诺。第二天，婆婆果然来了。她站在病房门口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眼神躲闪，脸色尴尬。犹豫了许久，她才迈着缓慢的步子走进来，每一步都像是灌了铅。“云清啊！”婆婆的声音有些不自然，还带着一丝讨好：“以前是妈不对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那些偏方，妈也是为了宝宝好，就是方法用错了。还有小辉打你，也是妈不好，没教育好他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就原谅我们吧。”说着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，假意擦了擦并不存在的眼泪。我将孩子轻轻放在婴儿床上，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，平静地说：“妈，我知道你是为了宝宝好，但有些事不能只凭自己的想法来。至于吴祥辉打我，这不是小事，我希望他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”婆婆连忙点头，脸上堆起虚假的笑容：“是，小辉已经深刻反省了，他以后绝对不会再动手了。”我看着他，继续说道：“还有，我希望以后你不要再干涉我们的生活。孩子喝奶粉还是母乳，我有自己的决定，我也有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方式，不想再被人指手画脚。”婆婆脸上闪过一丝不悦，但很快又换上了笑脸，勉强说道：“行，都听你的，以后妈不插手了。”我心里清楚，她的道歉不过是权宜之计，未必真心，但至少表面上她服软了，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小小的胜利。
从医院出院后，我没有立刻回那个让我伤心的家，而是带着孩子住进了娘家。推开家门的那一刻，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眼眶不禁有些湿润。妈妈看到我额头上未完全愈合的伤口，还有怀里的孩子，顿时红了眼眶，一把将我搂进怀里。我的女儿，这是遭了多少罪啊！说着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。我强忍着泪水，安慰道：“妈，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”妈妈却哭得更厉害了：“离婚吧，这样的家庭咱不带了。”我拍了拍妈妈的背，轻声说：“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我要先找到工作，有了经济来源，才能更好的争取孩子的抚养权。”在娘家的这段时间，我一边照顾孩子，一边在网上投递简历。白天，孩子睡着的时候，我就坐在电脑前，仔细研究招聘信息，修改简历。晚上，等孩子睡熟后，我还会在网上学习一些专业课程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。凭借着之前的工作经验，很快就有几家公司邀请我面试。每次面试，妈妈都会主动帮我照顾孩子，让我能安心去应聘。面试过程并不轻松，毕竟我刚生完孩子，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，很多知识都需要重新复习。但我没有放弃，一次又一次的总结经验，改进自己的表现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几轮激烈的竞争，我成功入职了一家不错的公司。这家公司氛围良好，同事们也很友善，最重要的是工作时间相对灵活，方便我照顾孩子。工作稳定后，我开始为离婚做准备。我咨询了多位专业律师，详细了解了离婚的相关流程和法律规定。律师告诉我，我手中的家庭暴力报警记录，还有医院的诊断证明，都是非常有力的证据，对争取孩子抚养权和财产分割很有帮助。同时，我开始收集家里的财产信息。我悄悄联系了房产中介，了解房子的市场价值，通过银行客服查询了家里的存款情况，还从吴祥辉的同事那里侧面打听他的收入和奖金情况。每一项信息的收集都需要小心翼翼，不能让吴祥辉和婆婆察觉，以免打草惊蛇。吴祥辉见我一直住在娘家，开始着急了。起初，他每天都会打电话，语气温柔的让我回家，说他已经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还买了我喜欢的鲜花。我每次都以工作忙、孩子需要照顾为由拒绝。渐渐的，他的耐心耗尽了，在电话里的语气也变得越来越差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一直住在娘家算怎么回事？是不是铁了心要离婚？我握着手机，声音冷静。吴祥辉，我们的婚姻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离婚是最好的选择。我希望我们能好聚好散，不要闹得太难看。不行，我不同意离婚。吴祥辉在电话那头咆哮道：“孩子不能没有爸爸，我也不能没有你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孩子有这样的爸爸，是他的不幸。你在我坐月子的时候动手打我，你觉得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？”没等他再说话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之后，我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。当法院的传票送到吴祥辉手中时，他彻底慌了神。他疯狂地给我打电话、发消息，我都没有理会。没过几天，吴祥辉竟然跑到娘家来求我撤诉。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抱着我的腿，哭得像个孩子。云清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保证以后好好对你，好好照顾孩子。我每天给你做饭、洗衣服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曾经，我也期待过他的改变，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。吴祥辉，有些错
不是道歉就能弥补的。我们的婚姻已经破裂了，再勉强在一起也没有意义。见我态度坚决，吴祥辉的眼神瞬间变得凶狠，他站起身，指着我威胁道：“你要是敢离婚，我就跟你争孩子的抚养权，让你一辈子见不到孩子。”我毫不畏惧地迎上他的目光，冷冷地说：“你觉得你有资格争孩子的抚养权吗？你动手打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孩子？你妈对我的种种行为，你都视而不见。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孩子成长有什么好处？”吴祥辉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脸上青一阵红一阵，最后只能灰溜溜的走了。在法庭上，我有条不紊地拿出了所有证据，家庭暴力的报警记录，详细的医院诊断证明，还有婆婆逼我喝各种偏方的聊天记录，证人证言，每一份证据都像一把利剑，直指他们的恶行。吴祥辉和婆婆在铁证面前脸色惨白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他们试图狡辩，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，一切都是徒劳。最终，法院判决我们离婚，孩子的抚养权归我，房子和大部分财产也判给了我。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压在心头许久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离婚后，我带着孩子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每天早上，我会早早起床，为孩子准备营养丰富的早餐，然后送他去幼儿园。下班后，我会接上孩子，一起去菜市场买菜，回家做饭。晚上，我会陪孩子看书、做游戏，给他讲睡前故事。虽然一个人带孩子很辛苦，但看着孩子一天天健康成长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，我觉得一切都值得。吴祥辉偶尔会来看孩子，但我对他已经没有了感情。每次他来，我都保持着礼貌的距离，不与他过多交流。而婆婆自从离婚后，在小区里也抬不起头，她很少出门，就算出门，也总是低着头，生怕遇到熟人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间几年时间过去了，孩子上了小学，成绩优异，性格开朗。我在工作上也越来越得心应手，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同事的认可，职位不断晋升，收入也越来越高。在一次行业交流活动中，我遇到了一个男人，他叫陈宇。陈宇温文尔雅，成熟稳重，对我和孩子都很好。他不介意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也不介意我带着孩子。他说，他爱的是我的坚强和善良。在陈宇的追求下，我渐渐打开了心扉。我们开始交往，一起看电影、散步、旅行。孩子也很喜欢他，每次陈宇来家里，孩子都会开心地扑进他的怀里。交往1年后，陈宇向我求婚了。他在一个浪漫的海边，布置了满地的玫瑰和蜡烛，当着众多亲朋好友的面，单膝跪地，拿出一枚闪亮的钻戒：“云清，嫁给我吧，我会用我的一生给你和孩子幸福。”我泪流满面，点了点头，我愿意。我们的婚礼办得很温馨，没有奢华的排场，但充满了爱和祝福。孩子穿着小西装，牵着我的手，把我送到陈宇身边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婚后，陈宇兑现了他的承诺，对我和孩子关怀备至。他会在我加班的时候做好饭菜等我回家，会在孩子生病的时候整夜守在床边照顾，会在周末带着我们去公园玩耍，去郊外野餐。而吴祥辉离婚后一直没有再婚，他的事业也一落千丈，因为家暴的事情在圈子里传开，很多公司都不愿意录用他，他只能靠打一些零工维持生活，日子过得很不如意。有一天，我带着孩子在商场里逛街，突然
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婆婆。她头发花白，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，背也驼了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了许多。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衣服，手里提着一个破旧的布袋子，正在商场的特价区挑选商品。她也看到了我和孩子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愧疚和后悔，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些什么。我只是平静地看了她一眼，然后牵着孩子的手从她身边走过，没有停留。曾经的伤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愈合，我不再怨恨，也不再在意。现在的我拥有了幸福的家庭，稳定的事业，可爱的孩子。曾经的苦难已经成为了我人生的垫脚石，让我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我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实现了逆风翻盘，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我相信未来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，充满阳光和希望。